块、2块、3块，63.85块。宝贝们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妈妈，妹妹病了出不去，但我没事。我出去捡了好多矿泉水瓶，卖了好多钱呢。没事的，宝贝。妈妈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宝贝，你怎么了？妹妹，妈咪，我没事。我们是要进城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进城了？不过，的确，马上就会有人来接我们走。哦，真的有人来了。走吧。好。哇，好高的楼啊！咱们村里最高的楼也就才3层呢。小土包子。小何的乌鸦嘴太厉害了，没拿到钱之前，还是不要得罪人。桑小姐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接你来是因为跟傅家的婚约，可你未婚先孕会桑家清誉，不仅会惹老夫人震怒，恐怕傅少也会跟你当众退婚吧。退婚？退婚！我必须退婚娶柔柔。小叔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。你和桑家的婚事是爷爷定下的，你找我也没有用。听说那个桑丘就是个没见识的乡巴佬，怎么能配得上我？再说了，柔柔也是桑家的女儿啊。强词夺理。实在不行，换婚也行啊。更加不知所谓。我头晕，可以开慢怎么了，妹妹？这真的，小叔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。你这些年一直清心寡欲，一直在找当年那个女人，咱们傅家总得传宗接代吧？说了不行。停车！停车！是他。小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先走。立刻去给我查这辆车的车牌号，车里坐着的，也许就是6年前那个女人。10分钟内，我要知道所有信息。是。下来了，宝贝儿们。哇，好漂亮的房子！今晚要睡这里吗？真没见过世面，孩子就留在车上吧，省得惹老夫人生气。晚上我给他俩找个仆人房睡。臭叔叔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马上就倒大霉！可笑，你以为随便说2句我就会？小何的乌鸦嘴真是令人害怕，不过用对地方还挺爽的。你果然是个扫把星啊！我要告诉老夫人。说就说呗，谁怕谁啊？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未婚先孕，败坏门风！老夫人，我确实未婚先孕，不过当初是谁陷害的我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
现在我女儿小穗生病，急需要钱治病，我请你把我母亲的遗产还给我。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，你还想让我出钱给他治病？做梦！姐姐，你现在和子轩哥哥还有婚约在身，现在把2个孩子带回桑家，让我们桑家的脸往哪儿搁呀？他也配嫁进傅家？反正现在傅少啊，看上的是你，他就该好好的把婚姻让给你。老夫人，我爸当年是入赘，后来我母亲去世，财产才落到桑家手上。这里的所有豪车、地皮、古董、珠宝，还有这几栋房产，原本就是我母亲，本就有属于我的一份。好啊，你是来争夺财产的是吧？这里的一切都是桑家的，你一分也别想拿走。我已经做了财产保障，如果你这么喜欢撕的话，那我就打1万副，让你撕个够。你个孽障！等子轩跟你退婚，我就立刻把你逐出桑家。听说傅三爷也会过来。傅三爷，傅氏嫡系。听说他已经是傅家内定的下一任家主了。对呀，子轩哥哥虽然是旁支，但跟傅三爷关系很好。这次是特地请他过来一起退婚的。老夫人，傅家人。傅家人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子轩哥哥，姐姐回来不仅带来2个野种，还想让我们给钱，给她生的野种治病呢。孩子生病了，这可是大事，耽误不得。需要多少钱？你给我说。总算这个傅子轩还算正常，和平退婚也行，大家好聚好散。需要20万。行，我现在找给你。给。哼，喜欢吗？特意为你准备的。你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，怎么样？荡妇，不但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把2个野种带到我面前来恶心我。给你钱算是抬举你。三爷，查到了，那是桑家的车，今天开去接那个一直养在乡下的千金桑九，就是和子轩少爷定亲的。桑九，备车，现在就去桑家。好。给你钱算是抬举你。子轩哥哥，你不知道，姐姐还想将婚约作为要挟，想争桑家的财产，给她生个野种治病呢。哼，我看这就是报应。一个不检点的妈生了个有病的孩子，还想要钱，死了都是活该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怎么，做了不要脸的事儿还不让人说了？还敢拿婚约来要挟？哼，像你这种女人，就算脱光了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欺负九九，坏叔叔甩大脚！滚开啊，小杂种！子轩哥哥，小何、小孙，我们走。怎么办啊？没有要到钱，我们家小穗的医疗费怎么办啊？妈咪别担心，小穗没事。小何会保护小穗和九九，谁也不准欺负你们。好，我们回家吧。你干什么？妈咪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宝贝，怎么了？帅哥哥，爹爹，
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别介意啊。真的是他，干什么？他没认出来。松手！这2个孩子看起来就很幼小，难道他们是我的孩子？我们要走了，走了。不嘛，这个好看，让他当我们爹爹吧。别瞎说啊！帅哥哥，对，帅爹爹。这什么莫名其妙的人啊，也太自来熟了。不是先生，你看我都有2个孩子了。但是孩子的父亲现在恐怕不在你身边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孩子爹地命不好，死得早。不过我愿意为他守节。不对啊，妈咪，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找个帅叔叔当后爸吗？对呀，他好看，而且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，高富帅，王老五，就是他啦！好，那我就做你们的 daddy 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小翠喜欢爹爹。这是我的微信，爹地，你先加上。好。好家伙，怎么感觉我像2元店的促销商品一样？哎，不对，这男人太奇怪了，都长这么帅了，还需要路边求偶吗？童言无忌，先生，你别介意啊。先生，你还记不记得6年前的事？你还记不记得6年前？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真是晦气！桑九，你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？别看到一个男人就往上贴，之前给我戴绿帽子，现在又想勾引我三叔，那可不是你能肖想的。三叔，这个男人竟然也是富家人？还是说，你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先生，你谁啊？土包子荡妇！带上你的2个爷就给我滚！够了！满嘴脏话，这是你作为富家人的教养吗？三叔，明明是他。我们可以借一步说话吗？不了，你们富家人，我高攀不起。哎，你个土包子，阴阳怪气谁呢？我打的车到了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是，走。三叔，你看他还是这么没教养。三叔，三叔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三爷老婆都被你气走了，还问怎么？这个不远。徒步回家。三叔，那可是20公里啊！有问题？找人盯着他，少走一步被打断。是。把头发拿去化验，要尽快出结果。另外，找人查桑九的资料，1天内我要他的全部信息。是。妈咪，小翠喜欢帅爹爹，那个帅爹爹一看就很亲切。是啊，而且看起来很有钱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只有像你们这种小朋友才会被表象迷惑。而且他有什么好？他无非就是高点儿、帅了点儿、富了点儿，反正他就是没安好心。九九，求你给爹爹一个机会吧！有了这个多金的爹爹，小穗的病就有救了。三爷，三爷 ，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。果然，她就是那天晚上那个女人。那2个宝宝的确就是我的孩子。对了，桑九的信息查到了吗？当年跟您发生那个事情之后，桑小姐就被送到了乡下，至于后面的资料，都是一片空白。
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小子！喂，爸。老三，听说你找人做了亲子鉴定啊？嘿嘿，还真是亲生的。爸，您的消息还挺灵通啊。哎呦喂，你到我投资的医院去做，你肯定没想瞒着我这老头子，是不是啊？你竟然让我们傅家的骨血留在外面这么多年。这件事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而且我跟孩子的母亲还有些事情没有讲清楚。我不管，你现在必须赶紧带我孙子和儿媳妇来见我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爸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样吧，等过几天就是您的寿宴，我保证在您的寿宴上，我一定让你见到他们。这样也行，真没想到啊，你个臭小子，这个千年铁树突然就开花了。我现在就把这个消息发在家族群里，通知大家。啊！轻点，痛死我了！今天三叔不知道发什么疯，竟然让我徒步回家，整整20公里，把我180的身高都磨成179了。估计是姐姐今天让你们傅家丢了脸，才迁怒你的吧？就桑九这个贱人，别想进我傅家。可是子轩哥哥，姐姐的名声不会影响到我吧？要是他们都不同意你娶我，我怎么办呀？喜报喜报！我儿傅以臣已解决人生大事，过几天我的寿宴上就会带给大家见面，到时候所有人必须出席。我有办法了，现在我们傅家都是我三叔说了算，我明天去给未来的嫂嫂和侄子买点礼物，等三嫂一高兴，老爷子就会同意我们的婚礼。好。你就是今天的实习工桑九吧？怎么还带俩孩子？我们可是奢侈品店，要是弄坏了店里东西，那可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他俩都很乖的，而且我不会让他们进店的，不会影响门客的。好吧，如果得罪了客人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小何、小穗，你俩就在附近玩，晚上妈妈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九九放心，小何会照顾好妹妹的。好，去吧。子轩哥哥，我今天一定要选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你三婶婶，说不定你三婶一高兴啊，就能同意我们的事了。你放心，我三叔啊，听说当年为了初恋守身如玉，还一直在找他，连联姻都不同意，拖了那么多年，老爷子也盼我三叔成家盼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个三婶婶，老爷子就算把他宠上天也不为过。哎呀，更何况只是让他答应我们的婚事。桑九，哼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嗨，点的小穗，哥哥，你发消息给爹地，让他来帮帮妈咪好不好？妈咪可能会不开心啊。好。二位客人需要买点什么？桑九，你怎么说也是桑家的小姐，怎么沦落到来专柜当个柜姐了？谁叫他不知检点，被你退婚，落到这种只能伺候人的下场。二位客人如果不需要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你就是这么对待上门的顾客的？谁说我们不买东西了？姐姐，可别说我不照顾你生意。这双鞋拿过来给我试试。好。姐姐，你妈在的时候，
你不是很得意吗？现在呢，只配在这里给我试鞋了。赚钱嘛，不寒碜。不过，现在是我蹲在这里服务你，等到我通过法律途径拿回遗产之后，可能就换成你在这里服务我了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要你跪下，给我试鞋。爹爹，小翠说妈咪出事了，我在华贸大厦，你快来接妈咪啊！去华贸大厦。我要你跪下，给我试鞋。你别欺人太甚！怎么不乐意跪下给我试鞋啊？那我就只能向你们店长投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跪下来试鞋，不在我的服务范畴之内，我可以拒绝。怎么，觉得跪下给人试鞋丢脸了？你当时未婚先孕，生下那2个野种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丢人现眼呢？你们别欺人太甚！我看他是不会跪的，那我来帮帮你。你松手！你个贱人，敢推子轩哥哥！怎么了，客人？就是这么对待上门的客人的，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的三叔可是富家三少傅以琛，得罪我，把你们整个店赔了都赔不起。傅三爷，不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你个贱人，还不赶紧给傅少磕头认错？明明是他们，你还敢顶嘴？如果你想拿到你的工资，最好赶紧给我低头认错。不去欺负九九！妈咪，小翠不要治病了，小翠不要坏人欺负妈咪。小翠的病需要钱救命，我不能没有这笔工资。好，我跪，但你必须要把我应得的钱给我。只要你跪下给我磕头道歉，这双鞋我就买了，算你的业绩，给你机会救你生的野种。姐姐，你应该感到庆幸，我这么为你考虑。妈咪，九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小兔崽子，干嘛呢？妈咪，这是怎么了？经理，是这2位客人。这位客人，今天我们商场呢有大人物要来，所以要清场，所有顾客都得离开。算你运气好。柔柔，我们走。三九，爹爹，你怎么会来？傅三爷您来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去商场门口迎接您呢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弄成这样？傅子轩跟傅以琛是叔侄关系，就算告诉了他，又能怎么？爹爹，我刚刚用手表都拍下来了，就是那天桑家那2个坏蛋欺负妈咪。没错，他们2个不仅让妈咪下跪，而且还打妈咪呢。傅子轩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，现在还敢欺负到我的女人头上。走，爹地带你们给妈咪出气。那个，我还没下班呢，如果我现在走了，会扣工资的，我不能没有这笔钱。你先下班，工资我会全额给你。另外，桑九今天受到了惊吓，再额外赔偿他1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10万？我只是个店长，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。经理，看我干嘛？我也没有权限。周助理，给你3秒钟时间买下这座商场。是。哎，好，是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桑小姐，今天是我们的错。您放心，您的兼职工资啊，还有精神损失费，一会儿会一起打到您的账户上。好。
你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吗？九九，走嘛，走嘛。真夸张，有钱人真的会花几个亿买一个商场，就为了给自己的小娇妻要10万补偿，这也太电视剧情节了吧？还不止呢，还有你，叫你平时不要势利眼，狗眼看人低，你被开除了啊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带你去出界。可是傅子轩不是你侄子吗？谁都不能欺负你，傅家人也不行。周助理，给桑九准备身衣服。是。另外，把傅子轩和桑柔柔叫过来，我要见他们。是。把这些礼物送给三婶婶，讨她欢心，三叔肯定会同意我们的婚事的。三叔，我来了。傅子轩，听说你今天在商场很威风，是不是又是桑九那个女人来告状了？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！给我闭嘴！三叔，你踢我干嘛？该不会又哪里惹三叔不高兴了吧？三叔，我今天特意买了礼物给未来三婶。你就这么想见？那当然，我都花了重金买了见面礼。好啊，来，见见你们未来的三婶婶。啊！桑九，哼，你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，打扮的这么花枝招展的，上门勾引我三叔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三叔可是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，不然我未来的三婶绝对饶不了你。他要结婚了？哼，给我闭嘴！三叔，他就是个未婚先孕的荡妇，你怎么处处都庇护着他呀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嘴里一口一个的荡妇，其实就是像你这样的九九，你听根本不配做他们的父亲。爹爹，不可以说出来了，你跟妈咪就分开了。听说你们今天在商场逼着桑九下跪试鞋。三叔，桑九就是店里的服务员，柔柔让他试鞋也是他分内的事儿啊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让别人跪下试鞋，那不如你也体验一下给别人下跪的滋味。现在跪下给桑九试鞋。子轩哥哥，三叔，柔柔好歹也是桑家的千金，你让她做这种事儿，这不当众羞辱她吗？你也知道这是羞辱，那同样的事情，你们就能让桑九做吗？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不介意让别人帮忙。好，我跪。是，让他跪。三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谁允许他起身了？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又和我三叔说什么了？你们的所作所为，
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？把你忘了是吧？坏叔叔还让店长阿姨打了99。好啊，那就让他百倍奉还。三叔，我才是你的亲侄子，你为了这个贱人这么对我！傅三爷，我们今天来也是给您的未婚妻送礼物的，您怎么能……我的妻子不需要你带来的垃圾。爹地真霸气，小何长大以后也要像爹地一样保护99。爹地是要跟妈咪结婚了吗？太好了，爹地真的要跟小孙女……小孩子乱说的，你别介意啊。不过，今天谢谢你帮了我们。小穗为什么不让我告诉桑九，我就是孩子们的爸爸？算了，今天子轩这么对他，要是直接告诉他我就是当初那个人，他估计一时也接受不了。万一一起跟着讨厌我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我还是慢慢来吧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谢谢周叔叔。这孩子跟傅三爷长得真像。桑九，你跟孩子们现在住在哪里？要不要我给你们找个新房子？啊？这个傅雨辰不会是想要包养我吧？这渣男不是已经有未婚妻了吗？哦，还有，小穗的病需要多少钱啊？傅三爷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个兼职要做，就先不说了哈，再见。哎，走。三爷，桑小姐好像被你吓跑了。会不会说话？罚你半个月工资。啊！你三叔到底为什么对桑九那个贱人这么好？我们今天明明就是去给他的未婚妻送礼物的，他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跪。肯定是桑九这个贱人在背地里勾引我三叔。别担心，再过3天就是老爷子宴席，到时候三婶婶一定会到现场，我们就当众揭开桑九的龌龊心思，三婶婶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老三，过来！这都多久了？你不是说带我儿媳妇和孙子来见我的吗？这人呢？老爷子，您先别着急嘛，我跟他还有些事情没有聊清楚。这样吧，等3日后您的70大寿，我带他来亲自见你。真的？好，那我就在我的寿宴上正式的公布你未婚妻和我2个孙子的身份。你们2个站这。傅以晨他已经有未婚妻了，你们以后不能再叫他爹地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爹地的未婚妻不就是妈咪吗？才不是呢！反正你们要听妈咪的话。如果被傅以晨的未婚妻知道，他是会伤心的。99这个笨蛋还不知道爹地的未婚妻就是他自己呢。那我们帮帮爹地好不好？就这么干！你们2个小鬼又在密谋什么？保密！啊！工资和赔偿款终于到了！耶！小穗的第一笔治疗款总算是凑齐了。看来是得找个机会，好好感谢一下傅三爷。
天怎么样？我已经发信息给爹地了，等妈咪带我们出去玩，就让爹地偶遇妈咪，这样爹地很快就会变成我们真的爹地了。小何、小穗，我们去游乐园玩吧。这样可不行。小穗来给妈咪打扮等等，妈咪今天必须要化妆。我2个小祖宗啊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？妈咪今天就听哥哥和小穗的。好，那妈咪今天就听你们的。这个也要，眼影要这么画，用这个颜色，口红这么画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就快点，快点，我们等着玩呢。哟，宝贝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好巧。你这妆挺别致啊。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，路过。什么路过？收到小少爷消息后，提早在这门口都等了3个小时。爹地妈咪好巧啊！既然这样，我们一起玩吧。这不好吧？三爷可是个大忙人。我今天刚好有空。好不好嘛，妈咪，求求你了。好吧。走吧，小儿。走。这个是小何、小穗给我画的，是不是很丑啊？没有，很美。这个傅雨辰知不知道自己顶着这张帅脸说这种话多犯规啊？不过，我还是喜欢你本来的样子。什么？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微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。这个傅三爷为什么总是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？好了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他想起我了。桑九，你对孩子的父亲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你不会是想说，你就是孩子的父亲吧？帮帮我！绝对不可能！我跟你说，这一点我绝对没有骗你，你肯定不是孩子父亲，孩子父亲早就已经死了。如果他没有死，我一定把他下半身给截了。奇怪，他为什么如此笃定？看来有些事情我还需要再查一下，但有一点绝对没错，我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妈妈，时间不早了，傅三爷，之前的事谢谢你。小穗第1期的治疗费我已经筹到了，那我们就先走啦。走吧，宝贝们，回家啦。拜拜。三爷，您好像忘记邀请桑小姐参加明天老爷子的寿宴了。无妨，通知桑家所有人一起参加寿宴，包括桑九。是。九九，小翠今天玩的好开心呀，下次还要跟爹爹一起出去玩。是啊是啊，这个傅雨辰竟然这么快就彻底把小何和小穗拿下了。不过，如果小何和小穗的爹地是他的话，好像也不错啊。桑九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傅三爷都已经有未婚妻了。
喂，什么事？桑九，明天是傅老爷子的70大寿，傅三爷邀请了我们桑家所有人去参加，还特意点了你的名，你给我按时出席，别丢了我桑家的脸。知道了。好久不见啊，最近怎么样？喝一杯。听说今天老爷子寿宴上要公布傅三爷的未婚妻和他孩子的身份。天哪，傅三爷这么多年身边都没有女人的，怎么一下子有了未婚妻，连小孩都有了？你懂什么呀？也不知道是哪家千金能入咱们三爷的眼。我跟你说，这可是傅家的嫡系长孙，未来肯定是傅家的继承人，命也太好了。傅三爷有孩子了。没错，老爷子对未来的三婶和他的孙子还特别上心，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。妈咪，来追我呀！哪儿来的小孩啊？老爷子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，没吓到孩子了啊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爷爷，我叫小穗。小穗呀。小穗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冒犯了您。啊，没事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爷爷再见。哎，小穗，以后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好吧。走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呀，还真有几分像我过世的老伴儿。她是我孙女就好了。老爷子，你也别着急，今天的三爷啊，一定会把你孙子带回来的。必须的。宝贝，今天我们来这儿，你们要听话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咪。桑九，我看你真是疯了！今天是老爷子的70大寿，你竟然还把你那2个野种带过来！你如果再说他们俩是小野种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祸从口出。我就说了，未婚先孕荡妇，2个孩子是连自己爹是谁都不知道的野种，野种！小何，魏叔叔，放臭屁！说什么呢，小兔崽子！有妈生没爹教，就是没教养。天哪，什么太臭了吧！是什么鬼呀？都给我闭嘴！现在知道要好好说话了吧？够了，桑九，这里是傅老爷子的寿宴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我是绝对不允许你带着这2个野种丢了我们桑家的脸面。来人，给我把这2个野种带下去，关起来。宴会结束前不许他们出来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，今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到齐了。老三，我孙子呢？您还没见到他们？他们应该早就到了。三爷，桑小姐在里面好像遇到麻烦了。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小何、小穗，你们松开！放我们出去！魏叔叔，你们就等着倒霉吧！放我们出去！快点！妈妈现在就来救你！让开！小穗有幽闭恐惧症，你们这是在杀人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撒谎欺骗我们？我求求你了，你把我的孩子放出来！你有什么事就冲我来！姐姐，要怪只能怪你孩子的命不好。听说今天不仅是傅老爷子的寿宴，还是孙子的认亲宴。你说说，都是给别人当孙子的，怎么你的孩子就没投个好胎呢？刚刚不是还挺嚣张的吗？这样，你现在给我下跪，我就给他们放出来。不要把小穗关起来！小穗，救救小穗晕倒了！妈咪马上就来救你们。怎么样，跪还是不跪？你醒醒啊！妹妹醒醒！
好，我跪。给我住手！傅老爷子、傅三爷是老身家教不严，竟然让桑九带着2个野种来了你们的宴会。开门！我现在正在整治他。小何、小翠，妈妈现在就来救你们！让开！小翠快不行了！都给我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我来。小何、小翠，你们没事吧？他怎么了？晕倒了，你先别着急怎么办呀？先把小翠放到沙发上。妹妹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傅老爷子、傅三爷，这就是桑九生下来的野种，不值得你们伤心。这不是刚才我遇见的那个孩子吗？舅舅，小翠发病了，快带小翠去医院！宝贝，你怎么了？傅三爷，小翠有罕见病，我求你快带她去医院。周助理，立刻送孩子去医院。是。三叔，这给我闭嘴！伤害孩子的账，我会慢慢给你算。算了，小翠突然发病，还是先别告诉桑九，我就是孩子的父亲，缓缓再说吧。傅三爷，今天谢谢你了。如果没有你及时送小翠来医院的话，我真的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这是整个京市最好的医院，小翠一定会没事的。看来是平时太过于纵容傅子轩了，才让他们连孩子都伤害。这次我必须让他们付出点代价。傅子轩，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，敢在老爷子寿宴惹出这么大的事！三叔，明明是桑九那个贱人带着他生的2个野种来捣乱，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啊。傅三爷，此事终究是我们桑家的过错，你就别过分苛责子轩了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让桑九过来，还毁了老爷子的70大寿。毁了老爷子70大寿的人是你们！傅子轩，我看你平时的日子就是过得太清闲，才会惹出这种事。周助理，从今天开始停掉傅子轩所有的信用卡，以后傅家谁敢给他1分钱，直接逐出傅家。是，这个傅少爷真是，有谁不好，竟对三爷的孩子下手，真是活该。三叔，你把我的卡都停了，我平时花什么呀？那又与我何干？滚出去！傅少，请了。爸，帮你媳妇出气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哼哼，桑九的那2个孩子跟你长得那么像，我是老了，又不是瞎了，怎么能看不出来呢？也不知道桑九什么时候能认出来。他傅以晨真是昏了头，竟然为了桑九这个贱人这么对我。也不知道桑九耍了什么手段，竟然让傅三爷对他百般维护。再有手段也没有用，带着2个孩子，别想进我傅家门。也不知道这傅三爷的未婚妻究竟是何方神圣。今天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竟然也没有出现。我派人去查查。走。桑小姐，之前小翠在我们医院已经进行过第1期治疗，当时虽然暂时稳定了病情，但是这次受惊严重，导致她的病情又加重了。那该怎么办？
小穗的这种罕见病，暂时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能够彻底根治的条件，只能暂时缓解。桑小姐，尽快去筹第2期10万的治疗费用吧。10万？九九，小穗会没事的，对不对？九九在，小穗一定会没事的啊。医生，能不能先给我们小穗治病？这10万块钱我一定会尽快补上的。谢谢医生，走，跟医生说再见，拜拜。傅三爷，有一件事情，我昨天忘记跟你说了，就是我刚来京市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能不能拜托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？如果不方便的话就可以。请看一下我们的传单。不要，不要！你好，请看一下。别妨碍了。谢谢啊。太热了吧？这样发，得发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哦，对了，忘了提醒傅三爷给小何喝奶粉了。都不用桑小姐吩咐，三爷已经亲自给小少爷买来奶粉和奶瓶了。被我看到三爷这么铁汉柔情的一面，我该不会被他暗杀吧？桑小姐放心，三爷照顾得很周到。周助理，桑九做什么去了？桑小姐去兼职发传单了。妈咪在哪里？小穗有妈咪。小穗别哭，九九出去打工赚钱了。来，小穗，小穗，别哭了，我这就帮你去找妈咪，好不好？周助理，去帮帮他。是。喂，安排一下。你们把夫人的传单拿走。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这样我也要，给我，我也要，给我吧，给我。拜拜。真是活久见啊！如果每天工作都能像今天一样，那也太爽了。周助理，找人看着桑九，如果他需要帮忙，就安排人去做。好的。支付宝到账1000元。今天不管做什么兼职都好顺利啊，这样小穗的医药费很快就能凑齐了。今天谢谢你了，傅一真。
的眼睛眯着笑，等你喝可乐，等你找我想的以后，你从来不知道。 난 그대의 곁에서 길을 잃을 테니까요. 不好意思啊，把你吵醒了。无妨。今天谢谢你帮我照顾小何、小森。那个，你要不先回去吧，接下来让我照顾他俩就行了。你很缺钱？小穗的病是罕见病，目前还没有治疗的方法，只能不停砸钱缓解，所以我只能打工，给小穗赚治疗费。需要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不用了，小穗又不是你的孩子，所以这钱不能让你来出。你可以麻烦我的。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，我乘着风的翅膀妈咪，你回来啦！小穗，你醒啦？身上还难受吗？妈咪，小穗想回家，不想再待在医院里了。好，妈妈带你回家去啊。傅三爷。 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小何，小何，走，我们带妹妹回家了。来，三爷，您就这么让桑小姐他们走了？为什么不告诉她，您就是孩子们的父亲？慢慢来吧。我跟桑九，来日方长。老爷子，我听说阿晨有了孩子的事儿，立刻从国外赶了回来。是不是那个狐狸精勾引阿晨？明明我才是阿晨的未婚妻啊！ 雨薇啊，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讲究一个两情相悦。再说了，原来跟老三有婚约的那是秦家，早年走丢的那个千金又不是你。老三也早就跟你退婚了，更何况现在老三又有了自己喜欢的人。雨薇啊，放下吧。阿晨是我的男人，谁也不准跟我抢。老爷子，你告诉我，那个勾引阿晨的狐狸精到底是谁啊？ 阿晨，阿晨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外面有女人勾引你，拿孩子的事威胁你跟他在一起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解决。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周助理，送客。阿晨，秦小姐，请吧。 除了桑小姐，三爷讨厌任何女人的触碰。这么贴上去，三爷没把你直接丢出去，都是看老爷子的面子。老三，我孙女怎么样？小穗得了一种罕见病，目前的医疗水平没有办法根治，只能通过不断的花钱来暂时缓解。周助理，立刻在全球范围内调查所有做这项疾病研究的实验室，工资10个亿，一定要找到治好小穗的办法。是。派人盯了傅家老宅这么久，总算是等到三叔的未婚妻了。您就是三叔的未婚妻吧？未婚妻？虽然我早就被阿晨退婚了，但名义上也算是他的未婚妻吧？是啊，你是？三婶儿，我是三叔的远房六侄子傅子轩啊。啊，原来是六侄子啊！你找我有事？三婶儿，我知道有些话我不应该说，但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明明您才是三叔的未婚妻，桑九这个贱人非要臭不要脸的勾引三叔，您一定不能轻易放过他。原来那个狐狸精叫桑九，敢勾引阿晨，
你给我等着！妈咪，你看小翠做的棒不棒？小宝贝最棒啦！赵院长，桑博士啊，之前你不遗余力的一直研究小穗的罕见病，而现前呢，因为资金的短缺，我们不得不停止。刚才啊，实验室收到了一笔10个亿的资助过来，小穗的病有救了。真的吗？小穗的病有救了。真的吗？怎么忽然会有这么大一笔投资啊？好像是啊，首富家的孙女也得了这种病，让我们必须研究出根治的办法。那也挺好的，只要研究清楚这个病，小穗和其他孩子都能活下来。小穗，实验室的投资款到了，这样我们家小穗的病就能治好了。耶！小穗有救了！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？对不起，请问你是？我是这个房间要入住的客人啊。对不起啊，房间已经打扫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站住！哥哥发信息给爹爹，让他帮帮妈咪好不好？这5星级酒店的卫生情况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个房间我里里外外已经打扫3次了，非常干净。听说酒店的卫生标准是打扫完的马桶里面的水是可以喝的。既然你说已经打扫干净了，那就证明给我看看。看来这人是故意来找茬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虽然是一家酒店的保洁，但是对于客人的无理要求，我可以不服从。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一个保洁也别这么跟我说话，你就不怕我告诉你的主管，让你连这份工作也丢了？万爷爷欺负九九，变丑丑！胡说什么？你个臭小鬼！你不用威胁我，反正我也打算辞职。这个水你自己喝。简直是给你脸了！九九，九九，你给我喝了什么？当然是能让你欲仙欲死的东西。不，小何、小穗，我们走。想走？走吗？九九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还说不认输？你勾引阿晨是吧？不知道他有未婚妻吗？他是傅以晨的未婚妻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勾引阿晨，那我就找个人来，好好满足满足你。走开，不准欺负九九！小何，带着小穗先走。我不走，我要保护九九。走！你误会了，我跟傅以晨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没有勾引他。贱人不愧是贱人，这么喜欢装清高，那我就好好录下你这放荡的模样，让阿晨看看你这贱人的样子。弟弟，你在哪？快来救救妈咪呀！奇怪，怎么心里有点不安呢？爹爹，有人在帝豪酒店欺负九九，快来！敢欺负我的女人，找死！走，去帝豪酒店。走开呀！不要过来！
干什么？来吧，既然你们不想走，那就来看一下你们这个妈放荡的样子。别动我的孩子了，姨姨，你会变成一个丑八怪。话站好了，会让你舒服的。放开我！住手！哦，谁他妈踹的我？阿晨，你怎么来了？别急，就是这两个坏人欺负妈咪。谁给你的胆子敢碰我的女人？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您的女人。我要是知道她是您的女人，给我100个胆我也不敢，三爷。周助理，把他给我送进监狱，我让他这辈子在牢里度过。是，不要啊，三爷，不要，不行啊，三爷。阿晨，她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明明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怎么能为这个贱人这么对我？你不过是秦家的养女，就算是跟我有婚约的，也应该是秦家的亲生女。你应该庆幸你的养父，要不是他救了老爷子，你现在已经在监狱里了。滚！舅舅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哎呀，这个今天天气好好，阳光好明媚啊！哎，小朋友，我们去玩吧！啊，来吧来吧，什么都没看到啊，走吧走吧。周助理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？爹爹和妈咪要干什么呀？你们妈咪呀，马上就要给你们添个小弟弟啦！太好了，小弟弟！太好了！好，我们去吃好吃的喽！去吃好吃的喽！别动，舅舅，你看清楚，我是谁？别动，舅舅，你看清楚，我是谁？天哪，我竟然把傅逸晨给睡了！这他要是醒过来，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啊！我还是先走为上。怎么，睡了我就想跑？傅三爷，昨天的事情是个意外，我被人下药了。如果我不情愿，你也不能对我做什么呀。啊？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负责？你勾引阿晨的时候，不知道他有未婚妻吗？你不是有未婚妻吗？谁说我有未婚妻？昨天那个女人不是你的未婚妻吗？你说秦雨薇，她可不是。那她口口声声说她是你未婚妻，还说我勾引你。我们傅家跟秦家的确有过婚约，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，老爷子跟秦昊就定下了婚约，说以后要是有女儿，就跟我结婚。秦雨薇不是秦昊的女儿吗？秦雨薇只是秦昊的养女，不过听说秦家确实有个亲生女儿。但当时他的妻子怀着孕嫁给了别人，所以他的女儿至今是生是死还不知道。原来如此。所以啊，我没有未婚妻，对别的女人也不感兴趣。别的女人？
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发生了关系就要对我负责？其实不用的，我是自愿的。可是我要你对我负责。再说。宝贝，你们俩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周助理带我们去吃冰淇淋啦。妈咪，周助理说你要给小穗添个弟弟。小穗什么时候有弟弟呀？这个周助理跟小穗胡说什么了？别瞎说，妈咪有你们两个就够了。走吧，回家。小鬼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，桑丘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谁啊？来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你啊？桑丘，是不是你害我的脸变成这样？你的脸变成这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昨天就是你的儿子诅咒我变成丑八怪，今天我的脸就变成了这样。你敢说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吗？小河的乌鸦嘴又灵验了。怪姨爷，叫你欺负九九，变丑丑，活该。你和你儿子让我的脸变成了这样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你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的脸变得和我一样了。你要是真的对妈咪动手，你的脸才是永远都好不了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脸还能恢复原样？当然，只要你喝了哥哥的童子尿，你的脸就能恢复原样啦。你在耍我？你让我喝尿，做梦！小穗，你告诉他干什么？就是让他变成丑八怪。小何，桑丘，你就让你生的这两个野种这么羞辱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可是堂堂的秦家大小姐？如果告诉我爸，你让他这么欺负我，一定要你好看。坏阿姨，你又欺负九九，赶紧给九九道歉，不然你的脸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让我给这个贱人道歉！童子尿，把这童子尿给我！擅自闯入他人家中，还拿刀要挟我，你就是这样求别人的？就是，现在你要喝哥哥童子尿都不给你喝。多少钱？我给你，把尿给我。10万，这样小穗的医药费就不愁了。好，10万就10万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现在把尿给我。给。
今天如果喝了没效果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这秦雨薇还挺重口。竟然敢让我喝尿，该死！咦，你的脸是不是不痛啦？竟然真的不痛了！果然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！桑丘，你害我毁容，又逼我喝尿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你确定要对我动手吗？依依，你又想变丑丑了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昨天那事儿，周助理都跟我说了。你都这么帮小九，英雄救美了，你怎么不告诉他你是孩子的爸爸呢？一边是傅三爷，一边是老爷子，这钱真难赚。爸，我自有打算。打算，你准备打算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你就不怕小九跟别的男人跑？你要是再不跟他说，我老头子帮你说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您先别找，等告诉他我就是孩子的父亲之前，我想给他一个正式的告白。三婶儿，桑九那个贱人，是不是被三叔狠狠的厌弃了？桑九那个狐狸精，把阿晨迷得处处护着他，本来还想拍下他放荡的视频，让阿晨对他彻底厌弃，没想到竟然失败了。这个贱人，怎么总是那么好运？还有他的那2个孩子，还叫阿晨爹爹。他不会真的是阿晨的孩子吧？怎么可能？那2个孩子就是桑九跟野男人未婚先孕生下的，怎么会是傅三爷的孩子？我看啊，就是他臭不要脸，故意叫那2个野种这么喊，想引起三爷的注意。真是心机深沉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她是我的女朋友，还想请三婶您说服我三叔，同意我俩的婚事呢。三嫂好，我是桑柔柔，是桑家的女儿。桑家？哦，就是那个靠老婆发家的桑家。三婶儿，柔柔的身份确实比不上秦父2家，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想让我促成你们的婚事也行，但是你得帮我把桑九那个贱人从阿晨身边彻底除掉。好。桑博士，这是咱们研究院最新的科研成果，能够抑制小穗的病情。谢谢赵院长。小穗的病啊也是很奇怪，除了头晕、昏迷之外，全身上查不出任何病症。不过好在我们的投资款到了，可以慢慢的治。桑博士，咱的研究院都是你一手创办的，之前实验呢也都是你在主导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回研究院啊？我马上就回去。那太好了。你好久没回研究院了，院里的人呢，可能都不认识你。做研究嘛，需要那么多人认识干嘛？好，那你们就先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好啊，赵院长慢走。好。小穗，我们先把药吃了。
天我在云端之境定了位置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啊？怎么也不听人说话？没事。傅逸尘该不会是要跟我表白吧？桑九，我说过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正式的告白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可是我只是个普通人。普通人？桑九，你从来都不是普通人，你是我傅逸尘唯一放在心上的人。可是我还有2个孩子，你不介意吗？我不介意。就算你不介意，你家里面的人也不介意吗？当然不介意，因为小何和小穗就是……不可以说，爹爹，不可以说，说了你跟妈咪就会分开了。我不介意孩子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小何和小穗，而且老爷子巴不得有孩子，就更不会介意了。只需要你一句话。好，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我别提了，别提了。三爷终于不是万年老光棍了。这一路，但是你说 Yes I do, it's the truth, I love you too。好了，放我下来吧。好好，今天想吃什么？爹地买单。走了。朱助理，你们家总裁是不是没有生育能力啊？不然怎么这么喜欢小何和小穗？还是说他有喜当爹的癖好？院长爷爷，哎，桑博士，我已经通知了研究院的人，今天你要来，你直接进去就好。好。我还有点事，要过几天才能回来。没事，我是来做实验的，你不用特意照顾我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你就是那个走后门进来的研究员？走后门？难道不是吗？首富傅家刚给研究院投资了10个亿，你转头就被塞了进来，难道不是走后门进来的？就是，你说你去哪儿走后门不好，非要来咱研究院？你说你就算进去了，实验数据你看得懂吗？赵院长不是说今天研究院的创始人会过来吗？该不会这位小姐就是那位博士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研究院是全国第1的研究院，能创办我们研究院的人至少也得60、70了。像她这种花枝招展的女人来实验室，能是正经做实验的吗？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走吧，小何小穗。哎，站住！让你走了吗？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？这是研究院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。你一个走后门的进去就算了，难道要带着这2只小鬼一起进去？小穗才不是臭小鬼！一边去！
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你滚出实验室！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换爷爷欺负99，以后做实验全部炸炸！闭嘴！大人说话哪有你小孩插嘴的份儿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你怎么对我敌意这么大？我打听到桑九要进你们研究院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，最好让他身败名裂。我们研究院可是全国最高级别的基因研究院，这个桑九什么来头？竟然能空降到我们的研究院，还不是靠男人走后门？只要你按照我说的，事成之后，钱少不了你的。我就最看不惯你这种货色。我们这里都是重重选拔进来的人才，凭什么你可以走后门进来？你说你都走后门了，你何必来这研究院呢？哎，我说你直接去找个男的，哎，当小三被包养多好，可适合你了。赶紧滚吧，别到时候被扫地出门，那就不好看了。把我赶走，你恐怕还没有这个资格。你一个走后门进来的蠢货，我说让你滚，你就得滚。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你能是谁？还不是一个靠男人进来的贱人。你该不会说你是研究院的创始人吧？我就是。吵什么吵？实验都做完了吗？孙主任，这个女人有时间在这聊天，看来是实验任务还不够重啊。孙主任，我们走。你好，是桑博士吧？赵院长啊，都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来，这边请，我带你啊去实验室。谢谢。欢迎爷爷欺负99，做实验全部炸炸！没事吧，秀姐？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做实验一直失败。这边请。还说不是走后门，要是背后不靠男人，孙主任会对他这么恭敬？那可怎么办呀？总不能让那个废物一直留在我们实验室吧？我有办法。哎，秀姐，等等我。实验室的数据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是呀，我刚才好像看见桑九在实验数据柜子面前徘徊，我看就是他拿了实验数据。我是去那儿记录数据的，没有偷拿数据。那为什么你过去之后，那个实验数据就不翼而飞了呀？你这个走后门的可能不知道，这个实验数据是大家伙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整理出来的。我劝你还是赶紧拿出来吧。你就这么确定？是我拿了实验数据？不是你还能有谁？整个实验室就你一个摸鱼吃干饭的，也不知道赵院长怎么想的，把你这人放进来。我们那些实验数据都是加班加点做出来的，偷了的话赶紧拿出来。要是你拿不出来，可就别怪我把你赶出去。从始至终都是你们空口白牙的在污蔑我，我凭什么因为你们几句话来开始自证呢？谁让你是多余的那个？也不知道你这种花瓶来我们实验室干什么？我们这儿可没男人给你勾引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走后门进来的，也不是来实验室混日子的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总之现在立刻把实验报告拿出来，不然就给我滚出去。那如果我拿出实验数据呢？你要是拿得出实验数据，那我就离开实验室，从此退出科研界。好啊，那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退出实验室之后，到底是去卖地瓜还是扫大街吧？桑九这个贱人怎么这么笃定？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拿得出实验数据。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，有本事把数据赶紧拿出来。就是，你要是不拿出实验数据，就滚出研究院！快滚出研究院的，恐怕另有其人吧。
小何、小孙，实验数据不就在这里吗？你们做的真棒。看来你要退出实验界了。不可能，这个实验数据一定是假的。你怎么就这么笃定这份实验数据是假的？因为真的早已经被我毁了。你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数据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真的实验数据一定是被桑九给毁了，他手里的这一定是假的。是真是假，你看看不就知道了？怎么可能？数据居然是真的！妈咪，刚才那个坏姨姨想撕掉实验数据，冤枉你。还好小穗提前告诉了我王秀的诡计，让我提前将实验数据做了备份。王秀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疯了吗？对实验数据下手？桑九就是个走后门进来的废物，我就是要让他滚出实验室。像他这种人，只会脏了我们研究院的地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谁说桑博士是走后门进来的？他才是我们实验室真正的创始人，而我也就是代理院长而已。什么？桑九居然是我们研究室的创始人？他明明那么年轻。年轻？桑博士是我们科研界100年来难以一遇的天才。就连这实验室也是他为了他的女儿小穗的病而创立的。你不要用你拙劣的天赋去揣测别人。王秀，我跟你第一次见面你就对我针锋相对，你赶紧说是谁派你来的？如果你现在告诉我的话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；如果你不说的话，就你偷窃数据这一条，就够你牢底坐穿了。是桑柔柔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，就是为了把你赶走。毁掉你的名声。桑柔柔，我差点把她给忘了。所以不关我的事儿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儿。行了行了，既然实验数据没事儿，大家都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桑博士，这位就是给我们实验室投资10个亿的傅以琛，傅三爷。爹爹，啊，爹爹，是你给我们实验室投资了10个亿啊！我也想为小穗的病做些什么。谢谢你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毕竟她也是我的女儿。赵院长，最近我要处理点家里的事，实验室就麻烦你了。好，要不要我陪你去？不用，这次我回去要把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全都拿回来。桑九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脸再回桑家。这里也是我家，我凭什么不能回？奶奶，估计他是被赶出研究院，没地方去，所以才回来的吧？哼，我早就说过，像他这种一无是处的废物，不过侥幸进了研究院罢了，早晚会被赶出来，还丢尽了我们桑家的脸。桑柔柔，果然是你陷害的。是又如何？你本来就是靠傅三爷才进的研究院，早晚都是这么个下场。我不过是让事情提早发生了。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被赶出去的人不是我，是王秀。这怎么可能？只会用这么拙劣的手段，我还真是高看你。你不了！你今天到底回来是干什么的？不会仅仅是来找柔柔兴师问罪的吧？老夫人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明明是桑柔柔做错了事情，你也只会一味的偏袒她。明明我也是你的孙女儿。哈，你也配做我的孙女？你就是个野种，是我们桑家的污点。今天啊，
我就实话告诉你，你根本不是我们桑家的血脉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凭什么说我不是桑家的血脉啊？就你那个不知廉耻的妈云舒，在和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搞大肚子了。难怪呢，你妈不知廉耻，你也学你妈，生下了连爸爸是谁都不知道的野种。不许你这么侮辱我妈！就算我不是桑家人，我妈这么做也一定有她的原因。哼，不知检点就是不知检点，还有什么理由？要不是云舒愿意带着整个家族的财产做陪嫁，我才不会让我儿子娶她呢。难怪你这么讨厌我，从小就把我送回乡下。我当然恨你，你妈生下你没几年就生病死了，她死了就死了，竟然还害得我儿子为她殉情。看到你这张脸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可你们还不是拿着我妈的遗产过逍遥的生活？那是她欠我的。我会查清楚一切，到那时候，原本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全部拿回。站住！桑九，你还真是好运。6年前，你逃过了我给你安排的小混混，这次又没有被赶出研究院。不过你等着，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说什么？6年前的那个男人不是你安排的？那我孩子的父亲是谁？6年前那个混混到酒店的时候，你并不在房间。不过那又怎样？你还不是失了身，未婚先孕，生下了连爸爸是谁都不知道的野种，说不准是个乞丐呢。当时去查那个混混的时候，他已经酒驾去世了。没想到孩子的爸爸竟然另有其人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查到孩子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人。桑柔柔，6年前你害我失身的事情，我会慢慢跟你算。喂，赵院长，桑家的老宅在我母亲名下，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律师，给我拿回来。你早就应该把属于你的财产拿回来。另外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6年前的端午跟我在帝豪酒店的男人到底是谁？好。如果我孩子的父亲还活着，不管他是谁，我都要找到他。宝贝们，妈咪，你看，小翠和哥哥一起画的，上面有妈咪、爹地、哥哥还有小穗呢。哇，画得真好，宝贝。去玩吧。好。今天谢谢你帮我照顾小何、小穗。那有没有奖励？小何、小穗还在呢。桑博士，6年前酒店的监控我发给你了，只是这视频上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像傅三姨？棒棒。小花和小穗的爸爸是傅逸晨。小何，小何，时间太晚了，你先带着小翠去睡觉，好不好？好。妹妹去睡觉了。好。这么早叫孩子去睡觉，是想要亲热一下吗？怎么了？
小何和小穗的父亲，有可能就是你。你知道了？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其实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知道了。顺便还给我跟小何、小穗做了亲子鉴定，我的确是小何、小穗的亲生父亲。所以你一早就知道真相，却没有告诉我。你明明知道我因为未婚先孕的事情，桑柔柔和傅子轩一直嘲笑我，一直说小何和小穗是野种，这样子都无动于衷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不配做他们的父亲。舅舅，你听我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现在根本就不想见到你。舅舅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刚收到消息，桑九和阿晨好像闹得不愉快，桑九一个人离开了家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！要我说呀，三叔早该抛弃桑九这个第三者了。为了跟桑九跟三婶您过不去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就是，只有您这样的天之娇女才配得上傅三爷。桑九和阿晨吵架可是个好机会，你们直接把他绑了，带到山里去，这样这辈子都别想再勾引阿晨了。要是被三爷知道了，哎呀，你们担心什么？他说白了也就是个第三者，出了什么事儿不是还有我吗？还是说你们不想让我劝老爷子同意桑柔柔嫁进傅家？三婶说的对啊，我早看桑九那个贱人不顺眼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他送得远远的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早知道就听傅以晨的解释了，一气之下跑出来都不知道去哪儿。这个傅以晨，我都跑出来了都不知道来找我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再跟他聊聊吧。小穗，你没事吧？爹爹，小穗看到妈咪被人绑走了，你快去救救妈咪！小穗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不是爹爹，是小穗亲眼看到妈咪被关在工厂里。之前小穗也说，不能告诉九九我就是当年那个男人，不然就会吵架。这次小穗说的，难道也是真的？周助理，立刻发动所有人，务必找到九九的下落。是。你干什么？快把我松开！干什么？当然是把你卖到山区，给老光棍做媳妇儿了。姐姐，反正你这么缺男人，被卖去山区伺候老男人也是一样的，这样你还能给社会做出一点贡献。你们疯了！你们就不怕傅以晨知道吗？桑九，傅三爷对你稍稍关照一点，你不会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吧？别说，我三叔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，就算他知道，你也是个知三当三的东西。秦雨薇作为我的三嫂都没发话，三叔他敢来救你吗？是，你们都被秦雨薇骗了，她根本就不是傅以晨的未婚妻。秦雨薇不是我三叔的未婚妻啊，难道是你一个未婚先孕的荡妇，是我三叔的未婚妻啊？雨薇姐可是答应我了，只要把你卖得远远的，我就能顺利嫁给子轩，嫁进傅家。啊，姐姐，
你就当帮帮我。你放心，等你嫁给了老光棍，你生的那2，我会帮你好好安顿在孤儿院的。他们不是野种，不是野种是什么？你这个蠢货，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吧？他们的父亲就是傅以琛，他们的父亲就是傅以琛。姐姐，你可真是想攀高枝想疯了吧？连傅三爷都敢碰瓷，这可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行了行了，别陪他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人贩子快要来了，赶紧把他送走，到时候你就能顺利的嫁给我了。走吧。走。放开！姐姐，你就真心和我们的这最后一面，去了山区，每天就只能和老公做饭了。走！松手！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干什么你们？九九，我们好担心你。九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三叔，三叔，我这是为你好啊！赶紧让这群人放开我！你们绑架九九，还敢说是为我好？桑乔就是个知三道三的贱人，你这么做，对得起你未婚妻秦雨薇吗？秦雨薇，她从来都不是我的未婚妻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那个贱人竟敢骗我们！这2个人试图拐卖妇女，把他们全部带去警局。是。三叔，三叔，我可是你的亲侄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放开！你倒是提醒我，周助理，从今天起，把傅子轩逐出族谱。从今往后，他不再是傅家人。是，把人带走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三叔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瞒着你。其实，我就是小何和小穗的亲生父亲。是我太任性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之前好几次，我都想告诉你真相的，只是小穗说，如果我说了，会害我们吵架，所以我才一直没告诉你。小穗，你告诉妈咪，为什么你觉得爹地告诉妈咪真相之后会生气呢？因为我总是能看到一些未来的画面，所以我就知道了呀。那你还能看到些什么，宝贝？妹妹，小穗，小穗，妹妹。哎呀，你个臭小子，怎么能让我的孙女变成这样，你才把她带回来呢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赶紧叫医生啊！医生，九九，小穗会没事的，对不对？没事的，九九和爹地都在呢，小穗会没事的。快，把这粒药给小穗吃下去。哎呀，怎么还没有反应呢？奇怪，以前每次吃完这粒药后，他都会醒过来，但这次病症来得太突然太凶了。那可怎么办？谁能救好我的孙女小穗，我给他1个亿，我的孙女绝对不能有问题。老夫，走，跟我去下棋。哎呀，去！我孙女都这样了，我哪有心思陪你下棋？这孩子身上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不过这个预知能力啊太强了，他呀还只是个孩子，承受不了这个能力，所以才一直生病。预知未来的能力。我们在这休息会儿吧，万一想撕掉实验数据冤枉你。如果我说了，会害我们吵架。怪不得他一直自言自语，我还以为是小孩子的直觉。那现在要怎么办呀？哎，这个无妨，只要把这个药啊给他吃下去，暂时压制这个能力，以后长大了就好了。
放心吧，小穗一定会没事的。妈咪，哎呀，小穗，你终于醒了，妈咪好担心你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女醒了，哎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啊！这孩子福泽深厚，一生无病无灾，你们啊就放心吧。多谢大师救我女儿一命。小事，小事。我要不治好这孩子，你们老爷子怎么能安心陪我下棋呢？是不是？就这样也没时间陪你下棋呀？为什么？我刚有了儿媳妇和孙子孙女，我得给他们举行订婚宴，得把这个事定下来呀。太好了，爹地终于要和妈咪结婚喽！我还没有答应呢。你们俩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没定下来呀？你个臭小子，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他不开心的事了？我哪敢惹他不开心啊？他可是一个不高兴就要离家出走的。我说什么呢？好，好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3日之后就给你们举行订婚宴，我邀请京市所有的豪门都来参加，好不好？好，3日之后的订婚宴，你现在着什么急啊？走，现在赶紧陪我去下棋去。下一局啊！啊，下。好，下一局。爸，明天阿晨就要跟那个叫桑九的女人举办订婚宴，听说那个女人还未婚先孕，给阿晨生了2个孩子。什么？傅家那小子跟我和云舒的女儿从小就有婚约，我的女儿还没找回来，他居然敢娶别的女人！对呀，虽然姐姐从小就流落在外，音讯全无，但是阿晨也不能这么对不起姐姐呀。那是云舒留给我的血脉，我一定会找到我的亲生女儿。就算我的女儿不想嫁，那这婚也得由我秦家来退。这样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订婚宴，在我的女儿没有找到之前，这婚他们别想订成。好。舅舅，这块玉佩是我的此生挚爱，也是你父亲送给我的，现在妈妈送给你，希望这块玉佩能够保佑你一生平安。为什么妈咪最爱的人不就是 Daddy 吗？妈妈，那时候你是不是就在暗示我，我的父亲另有其人？如今我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见我的生父一面。这是桑家老宅的房产证，我已经通过律师帮你拿回来了。我妈妈的财产被桑家人霸占太久，现在终于回来了。其实你母亲早做过财产公证，所有的财产都会在她死后转移到你名下，所以手续很简单。舅舅，你母亲真的很爱你。那之前住在房子里面的桑家人呢？桑老夫人还有其他桑家人，我都已经清理出去了。你放心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看见他们了。好了，今天可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开心点。楼下的宾客已经来的差不多了，你先出去转转。小穗的礼服出了点问题，我跟老爷子先去帮他处理一下。啊，那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？哎，不用了，有我呢。放心吧。好。你在哪发财啊？秦总，听闻你们秦家跟傅家又达成了一个百亿项目啊？是啊，桑九，
还真是好久不见啊。秦雨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爸，哎，这位就是今天和阿晨订婚的桑九。就是你抢了我女儿的未婚夫啊！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没有抢任何人的未婚夫。你就别装了，你明知道阿晨跟我的姐姐，也就是爸爸的亲生女儿有婚约，却还是执意要和阿晨订婚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听说你就是桑家养在乡下的女儿，就凭你的出身，还想攀附傅家？您女儿的婚事我早有所耳闻，但是您女儿自从出生起就流落在外，这么多年音讯全无，傅家跟秦家的婚约早已作废。我和阿晨是两情相悦，我们的婚事名正言顺。好一个两情相悦！谁不知道你背地里是怎么爬床勾引阿晨的，还给他生了2个孩子。要不是凭着这2个孩子，凭你也配嫁进傅家。原来傅三爷的未婚妻竟然是这种人，看着那么漂亮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桑小姐，听说你的孩子天生带有罕见病，缺钱是吧？这里是500万，请你立刻离开这里，再也不要在傅家人面前出现。果然是个穷鬼，才500万就想让我走，你们未免也太低看我了吧？我嫁进傅家可不止这点钱。我们秦傅两家资产不相上下，你这是想挖空我秦家？哼，好啊，想叫我走没问题啊，总得给我相应的弥补吧，要不然我多吃亏啊。我看你就是在耍我。爸，既然他这么不识抬举，我们也不用对他这么客气。我现在就把他赶走。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当然是要你现在就离开傅家，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小穗，喜欢身上的漂亮裙子吗？喜欢。在干什么？这是当年我送给云舒的定情玉佩。老秦，虽然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但你也不能让雨薇这么欺负我未来的儿媳妇啊！这玉佩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我母亲的。你母亲是不是叫云舒？是。你就是我跟云舒的孩子。小穗，我们好像有外公啦！耶！老秦，这事儿也太抓马了，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绝对不会错。当年云舒怀了我的孩子以后，我就把秦家祖传的玉佩给了她。你看，桑九身上这块玉佩跟我身上的是一对的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光凭一块玉佩也说明不了什么呀。万一这玉佩是他偷来的呢？啊！那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和母亲？当年我被仇家追杀，我不想连累你的母亲，所以我在外面足足躲了5年呢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母亲已经嫁人了。可能是你母亲不想让我找到她，没有给我留下一点音讯。当年你离开我母亲，我母亲嫁进桑家之后，备受冷落，最后抑郁而终，都没有等到你。
是我的错，是我辜负了你的母亲。是我的错，是我辜负了你的母亲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傅家和你们秦家本来就有婚约，兜兜转转，这两个孩子又在一起了，皆大欢喜呀。哎，一把年纪了，别哭了啊！外公别哭，眼睛都痛了。小穗给外公擦擦。这是你的孩子，也是你的外孙和外孙女儿。爸，愿意让我这个父亲。当年你也是为了保护我和我母亲才离开的，谁会知道为此错过就是一辈子？不怪你。好。爸，这件事也太草率了，起码做一个亲子鉴定啊！给我闭嘴！你之前伤害99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知道。秦雨薇，你现在涉嫌唆使他人绑架拐卖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没有，爸，不能这样。桑柔柔和傅子轩已经在监狱里承认了，一切都是你指使的。伤害我的女儿，还想让我救你，做梦！走，爸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爸！是爸没有管教好雨薇。没事，都结束了。舅舅，没事吧？妈咪，我们好担心你。没事的，宝贝。大夫，我女儿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倒是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恭喜你们，桑小姐怀孕了，是6胞胎。什么？有6胞胎了？6胞胎怎么了？我们傅家养得起。就是。我们